飞机正中了，正中面门。对，好，基辅打准，不会要打准，打准，看准，有机会，再来。曾2次 KO 武僧一龙的日本变态再次复滑起来踢馆，结果被中国选手全程暴打下跪。那么这个日本变态原名长岛雄一郎，别看这家伙一出场就像是个精神病人一般，还特别喜欢穿着动漫角色的服装登场发癫，但是这个家伙就是日本超次轻量级冠军，实力可以说是极度的强悍。那么这一次他即将面对的正是我们的酷刑者顾辉。好的，那么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可以看到顾辉一上来压迫性很强啊，直接是逼得长岛雄一郎往这个内围去走。那么这场赛事呢，自由搏击的规则啊，所以说双方选手也都是心里做足了准备。长岛雄一郎这个人其实在日本也是名气比较大啊，也是经常穿着动漫角色这些衣服啊，在日本参赛，可以说在日本的粉丝量非常之高啊，被誉为日本年轻人当中最强的自由搏击选手之一。可以看到面对顾辉的连续进攻，表现的也是很淡定，抗击打能力极强啊。那有名气，这个前手平头锤啊，势大力沉，曾经2次击倒武僧一龙。其实长岛雄一郎的战斗力并不低啊，他跟很多中国的名将都有交过手，包括也跟徐岩交过手。当时徐岩是用很快的速度就 KO 了他，这次不知道顾辉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是的，因为顾辉从上一次临阵来挑选来他来跟克劳斯对阵，表现得非常的完美，对，战胜了克劳斯。那场比赛让顾辉啊成为 K1 终结者，对，终结了 K1 初代王者克劳斯。其实长岛雄一郎也可以代表 K1， 他在 K1 也征战了几场比赛啊。是的，也对阵了很多的日本的他们自己本土的名将。顾辉这个后手哦，有点晃啊。漂亮，一次完美的击倒。长岛雄一郎也是表示是不是稍微有点犯规啊，还是之类的。好，那比赛继续。您别看长岛雄一郎吊儿郎当的啊，在日本也是拿下了一个24连胜。我们的顾辉呢，绰号酷刑者，在中国年轻一代也是一个十分强悍的悍将啊。所以说我们目前来看的话，顾辉的连续挑衅，两个人都是年轻气盛，都想看看谁更强。顾辉呢，平时的体重就是72左右。对。力量上呢，长岛会有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我觉得顾辉这次在心态上把握的非常好，可能是跟他上次战胜克劳斯有关啊。对，打得很放松。开走 ，OK。飞机正中了，正中面门。对，又来一次。顾辉要看清楚，打准，不要盲目，对，右后手很准。长岛也受到几次重击啊，又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顾辉在。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个也是裁判差点没拦住啊，顾辉这一拳又要打出去了。那么这一回合比赛，无论是长岛雄一郎还是我们的顾辉，也是挂了彩了啊。当然，看上去这个长岛雄一郎确实是更严重不少。好，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下一回合比赛马上开始。今天的发挥是太好了，包括他的心态、状态神勇啊。对。但是我觉得顾辉在近距离在拼拳的时候，有机会的时候，不要再把头埋得那么低。对。还要更清楚，因为你已经占据很大的一个主动了。对，其实顾辉啊，在打克劳斯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啊，赢得了克劳斯那场比赛，可以做成一场教科书来看。对，好的，比赛继续。那么长岛雄一郎啊，还是维持着上一回合的打法，非常的好。但是我们的顾辉比他更好，更加的灵活，真的是。日本人强不可怕，日本人的强能突出中国人的更加强大，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强，我们就比你更强。今天啊，依旧保持了自己这种
看起来节奏很奇怪的一种打法，确实节奏很奇怪，很少见到这样的。对，但是呢，这个顾辉这个迅速的移动，尤其是左右变线这个移动啊，让长岛很难摸得着顾辉的节奏。对，而且我觉得今天长岛呀，没有把他的拳只是单个的一个两个的这样在打，没有把他组合拳打出来，可能是受顾辉的节奏影响，因为他打不出来。对，哎，你看好，顾辉这个迎击，对，好，击鼓，打准，顾辉要打准，打准，看准，有机会，再来。这时候长岛脸已经开口很严重了，血流满面了。对，因为现在的血是出的最多的时候，血是不能流到眼睛里面。其实我们要注意啊，在第3回合的时候，顾辉还是在游动中做打击，对，并不是压着对手做打击。对，你看。好的，短暂的休息，比赛继续。这个长岛玄元郎已经是第2次被击倒了啊。来看一下什么情况。哎呦，感觉长岛玄元郎开始踩油门发力了啊，将我们的顾辉逼到内围，连续的进攻。经常会在拼拳的时候KO 对手，但是顾辉很聪明，你看，顾辉在拼拳的时候是利用步法的，对，距离呢是自己的距离，不给对手以拼拳的这种换拳的距离，而且他有左右的这样转换移动，很聪明，一击以后就往2侧游走，对，游击战啊，典型的游击战，你看，这个游击多好，对。长岛根本打不到他，长岛的距离完全是找不着顾辉，又是，你看，一个侧闪之后前手平抽，对，又是，很聪明的让出来了，非常聪明，他并没有把他堵到脚里面来打，对，好，前手，非常漂亮，长岛还是想换拳的，这个进攻真的是啊，可以看到刚才那一下长岛玄元郎这个脸上啊狗血淋头啊。长岛玄元郎现在什么情况？如果继续打下去，2种可能性啊，要么被我们的顾辉 KO， 要么是流血过多终止比赛。还能在这过程当中给他以前后手的一个干扰，对，非常漂亮。你看，又是一个侧闪的同时出拳，对，在后退的同时突然一个后手进去，对，打完以后马上转变方向，前手控制漂亮，同样都是移动中做动作，非常的漂亮。游击战一个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打法，很漂亮，顾辉把握住啊！已经听到倒计时的声音了。长岛倒在地上，好像知道自己已经输了。长岛这次确实是从表情上来看，他自己都很失望。对，他一直想跟顾辉在相对。好的，其实看一下啊，长岛玄元郎真的是没有力气再去打了啊。这场比赛胜负显而易见，我们的顾辉赢得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即使长岛玄元郎再不愿意承认啊，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好，让我们恭喜顾辉拿下了这一场比赛。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注意看。外国拳王在中国发布会现场竟然顶头挑衅中国小伙，小伙当即霸气回怼，双方险些大打出手。现场裁判见状，赶紧过来阻拦。眼前这个看不惯老外的中国小伙，他就是号称死神方便接班人小霸王徐元庆。他年少成名，16岁便开始打拳击赛，31战31胜31场 KO， 成为国内一匹拳坛黑马，也被方便点名为接班人。要知道，方便在33岁时才达到了40连胜，而现在的徐元庆才20岁就已经30连胜。他还曾在上百家媒体面前大声喊道：“还有谁？你要干什么？我要拿世界第一！再说一遍，我要拿世界第一！”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收看的是一场十分激烈的中格对决，我们的中国小霸王徐元庆大战格鲁吉亚拳王伊戈尔。可以看到双方选手啊，一开始就打得很激烈。那么这个伊戈尔呢，是在格鲁吉亚身经百战的35岁拳王，曾经是和邱建良打成平手。可以看到我们的双方选手啊，在赛前也是火气很浓。哎呦，让我们回到比赛，无论是伊戈尔还是我们的徐元庆，在第一回合的一开始都表现得很激进，进攻欲望都很强。
那么我们的徐元庆呢，也是被称之为死神方便的接班人，可以说他也是年少成名嘛，这个年轻气盛，那不年轻气盛还是年轻人嘛，进攻激烈一点是很正常的。是。喂，75公斤级啊，这力量感确实是在的。我们看。好的，我们可以看到伊戈尔也是被裁判警告不能打后脑。我们再次回到比赛，徐元庆还是在找一个机会啊，他属于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进攻型选手，虽说没有死神方便那么灵动，但是他这个进攻啊，可真的是比死神方便还要犀利。怎么想到李辉了呢？就是我不知道他今天在看徐元庆这个比赛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一部分的变化。我觉得徐元庆今天的这个状态是兴奋当中，一个也是冷静了下来，开始做一个防守，企图打后手。但是我们的徐元庆呢，依旧是这个大开大合的战术啊，愿意出重拳，可以看到进攻欲望还是很强的。国内的选手打的时候和这个外战是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是。徐元庆也很年轻啊，01年的运动员，但看上去真的少年老成。是，而且。那么我们的徐元庆是反应过来，对手这个稳扎稳打的战术啊，自己如果再一味的猛冲，可能会不占优势。所以这个徐元庆也是转变了打法，调整了战术啊，反应的还算很快。跟发布会上延续到了现在，还是没有过啊，漂亮！对，李辉可以再往前去顶一顶对手啊。徐元庆。对，徐元庆。你脑子里面全是李辉。对，我脑子里。好的，又是一次对拼。徐元庆现在火气也是很大啊，看来这个赛前这个嚣张言论算是过不去了。那么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回合徐元庆打得非常的猛，简直可以说这是莽村出来的一个狠人儿。可以说徐元庆的话也确实是很生这个伊戈尔的气啊，其实我也很生气。刚才局间的时候，我看赵教练给伊戈尔比了个4，我猜可能会是让他要去。好的，第二回合可以看到徐元庆还是这么一副凶猛的样子，对手伊戈尔也是在第二回合彻底发了狠，两个人直接是进入白热化阶段，开始打白刃战。之后刚好这个空档期被徐元庆给打上来了，所以他可以再接一个，而且徐元庆这会儿。就是这个逻辑，就是你要拼的话，就跟对手要能够顶住对手，要跟对手能拼得住。是。李辉听到了吗？可以看到双方选手都倾向于打这种短时间内的一波对拼都是这种进攻欲望很强的选手。那么伊戈尔这个身形数据呢，看上去确实比我们的徐元庆要壮一点，但是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的徐元庆绝对是比这个伊戈尔要强。他年轻而且气还盛，那不年轻气盛还能叫年轻人吗？就是以前他会很少去做，对，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在就现在的这个比赛状态，我并不觉得他算是一种消极进攻，而我觉得他是徐元庆在刻意的去控制比赛的节奏，就在控制自己的节奏，对，这也是自己节奏上的一个改变。我们的徐元庆还是有一些过于上头了。那么第二回合双方这个体能消耗来看的话，徐元庆消耗也是很大，还是要小心一点，考虑一下自己在第3回合的体能储备问题。略显有一点点消极，是漂亮。徐元庆也是打得不急不躁啊。哎呦，这个打得确实很猛啊！大家能看见我们徐元庆这嘴角已经被打出血了，这得是使了多大的劲儿啊！没有问题。对，伊戈尔应该去加强一下自己的进攻节奏啊。我们的徐元庆也是只注意进攻没有关注到自己的防守问题。还是年轻如果岁数再长一点，这个作战经验再丰富一些，
可能我们的徐元庆会更加的稳重。还好哈，但是过程当中你看徐元庆也不用着急，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打一个。好的，第二回合比赛，我们的徐元庆呢在第二回合表现的是非常的不错。虽然说这个只注重进攻，忘记了自己的防守，但是这不是问题。那么像现在以后，徐元庆也会把这个问题给改正过来。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回放。那么在第二回合，伊戈尔也是充分发挥了自己臂展长的优势。每次我们的徐元庆进攻都要注意到伊戈尔可能会防住截停，然后打一个后手。这个徐元庆在第二回合也是防得很艰难啊。让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我们的徐元庆能否干掉这个嚣张的格鲁吉亚小子伊戈尔。第三回合的比赛了。伊戈尔这边这回合起码要提一提自己的进攻端的节奏啊。好的，第三回合，我们的徐元庆还是要好好稳一稳自己的节奏。那么面对这个伊戈尔这种老拳王啊，还是要考虑到不能只是一味的进攻。你像伊戈尔这种选手呢，他是进攻激烈的进攻也有，但是马上感觉风头不对，立刻转到防守，稳扎稳打。这个是目前来说徐元庆所不具备的。就这样的连击，对，赵教练又举手了啊，又给比了个4。有早踢，连续2个，互拼给拳，两个人现在好像都不是太愿意往内围去打。那么伊戈尔也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战术啊，这个转到中场去比赛。在蓝边的话，自己可能还是比较吃亏的，对拼中还是占不到便宜。毕竟我们的徐元庆还是年轻嘛，年轻体能就充足，年轻就敢对拼，这是一些老拳手往往不具备的。徐元庆现在就是在移动端，移动端打进攻，移动端打进攻，对，且打且走啊，对，侧着打，就是这样的进攻端，我觉得在第3回合他如果持续这样打的话，伊戈尔目前的这个状态来看啊，应该能收到不错的效果。漂亮。那么距离本回合结束还有1分15秒左右。漂亮，对，其实伊戈尔的拳还是很有质量的啊，就是在内围当中跟徐元庆还是有的一拼。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看啊，就是徐元庆现在可以看到这个伊戈尔的状态也是有些差了啊，走路这个脚步发虚，整个人打飘，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对于他来说，但却是我们徐元庆的机会。都有点累了，徐元庆继续打右脚，分开，还有20多秒的时间，比赛就要结束了。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的徐元庆到比赛的最后关头，还是在疯狂的猛攻这个伊戈尔，就是打算让他收回自己之前嚣张的言论。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第3回合比赛正式结束。这一场比赛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精彩，双方选手实力都十分强劲，进攻凶猛，拳拳到肉。可以说这个伊戈尔也是体现了自己这个老拳王的能力和经验还有风范。我们的徐元庆也是表现出了自己啊，这个作为小年轻的这个超出常人的勇气和精力。双方选手也都是可圈可点，让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定结果。比赛徐元庆打得挺轻松的，是就并没有遭遇到太多的这种遭遇战和白刃战啊，基本上是在打游走，然后且打且移动，然后且打且就你的话且打且退的过程当中，还是给出了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27漂亮，让我们恭喜我们的小霸王徐元庆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有一个击打，又一个，再来了一个了，大了，又来一个。我们裁判叫停了比赛。新疆小伙自创碎骨腿法，踢得黑人拳王惨叫连连，双腿当场骨折。
没错，便是来自于乌干达的拳王卢蒙亚乔塞亚。这个家伙来我们中国已经是有一段时间了，挣的是盆满钵满啊！据说在老家还娶了3个老婆。他现在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能娶上3个老婆，完全是我们中国赛事方给的出场费够多，才能让他吃得起饭。来自于中国新疆的小伙，年纪21岁的萨利曼霸气出山。我们看萨利曼这个小伙长得很成熟啊，看起来好像30多了，但实际上他才21岁啊，非常的年轻。而且他身手不凡，天分极高，连续3年斩获了新疆的散打锦标赛冠军，并且独创了一门碎骨腿法。没错，顾名思义，这是一个能够踢断对手骨头的腿法，非常的残暴，非常的犀利。所以大家在观看比赛的时候啊，可以特意观察一下萨利曼的腿。这场的话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对，哇，这个地上周，我们的乌干达运动员是他抱得很全，他抱得挺死的。是，而且你看他这个立的一个风格，我是觉得他有一些态势在身上的。对。刚才我们的一个前方的一个击鼓，对，还有前手击鼓。对，这个击鼓就是太明显了。如果你前面有几个动作引的话，好的。选手的话打的还是很挺慎的。他们第一回合的可能不太了解对方的打法，然后在第一回合的对不断的去摸节奏，对。这个转换很快。对，但是他们在找节奏，然后找对方的热点，然后如果有一瞬间，如果对方有这种失误的话，还可能就KO对手。是，我觉得这个卢蒙亚的前腿一定要小心一点啊！刚才是被萨利曼有几个扫踢啊砍到了这个小腿的位置，所以如果下面再有几个的话，估计这个小腿可能就有一些危险了。对，还有一个低扫腿。是，再来了一个。对搏击啊，动作都比较重。对。如果连续几个动作一直打的是那个点，对，这个肯定是容易扛不住的。对，同一个点会累积伤害。萨利曼腿法的凶残程度，观众朋友们绝对是远超你的想象。在萨利曼以往的比赛当中呢，基本上每3场比赛就踢断一根敌人的小腿，非常的残暴。那我相信有些观众肯定想问了，那明知他腿法厉害，为何不防，为何不躲呢？观众朋友们，这个低扫腿啊是根本无法躲的，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的腿法，没错，眼睁睁的看着腿法踢到身上。哦，这种感觉太无奈了。你知道他要踢你，但你就是躲不了。做了有5、6个啊，这做了有5、6个，他这个扫踢的位置，对，啊，再来一个，对，哎呦，飞膝，也就是跟我们之前上一场比赛的话也是一样啊，这一个卡踢的话对他这个小腿的伤害是。有一些累积的。对，如果他一旦踢这个小鞭腿的时候，一定要有防着这个动作。对，哦，再来了一个，很容易，如果连续几次踢的话，对手很容易是。好，那现在双方的比赛来到第2个回合，哦，开局就是一脚连蹬带踢再踹，哈哈，这放谁也受不了啊！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对方的这个移动能力啊，已经是不行了，尤其是前腿的支撑腿有点不好使了。哦，一个后手。后手是刚才有一个非常紧张的后手，对他这个如果把体再迅速的拉开，然后再来一个后边的踢的话，对手肯定会对。还有一个啊，罗蒙亚的话，这时候状态也有了一些恢复啊，你看，但是他这个腿的情况啊，还是不容乐观。对，不知道萨利曼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去砍踢对方那个小腿的位置啊？你看，刚才刚说的，他已经在抓他这个点。对，哦，看，你看，对，小腿小动作也是，小动作也有，拿这个脚对，很精准。看他的技术经验还是比较充足的，也是鏖战了很多次比赛的一个老手，所以在这种情况的处理上面，他也是调整的很快。哇，再来一个前腿，哦，再来了一个。几个动作全的这个打得很干脆，对，干净利索啊！哎，这时候萨利曼的话，对对，我们的这个乌干达运动员是他的这个动作已经慢了很多了。对，是他，因为他影响了他一个动作的速度。对，因为他的左前腿是受了对，哦，有一个击倒。
好，这已经是本场比赛第3次踢倒对手了，但观众朋友别着急啊，好戏才刚刚开始。我们看对方学聪明了，开始打一些内围，打一些缠抱来规避萨利曼的腿法。眉骨开了吗？是？额头的位置，额头的位置，对，额头的位置。因为萨利曼的话，他是属于这个快进快退啊，你看他整体的一个移动速度是很快的。对。但是相反，这个卢蒙亚的话，因为有一些态势他们在里边，所以你看他的拳腿的话打的都。萨利曼也是抓着的这些，你看对方的弱点啊，对，快进快出，打法不错。对，你看这个萨利曼在防守过程中啊，因为这个我们的卢蒙亚他的臂展还是比较长一些的，所以萨利曼他也很聪明啊，也是在近身防守过程中手举的也都比较高一些，对，所以对方的一个直摆啊，都对他来说没有效啊。你看他的压迫感，对，正蹬的近距离的一个看正蹬他的一个大腿内侧啊。这个动作做的也是非常的很刁钻，这个位置。对，这就是好像也是来到我们的第3回合。是2声，对。这一场这回合不知道有没有 KO 啊？是。到第3回合里边了。对，绝对会有惊。是。还有这对手造成很大的对，也是一场鏖战。哦，一个倒地。有一个啊！好，第3回合开局不到30秒，对方又跪到地上了。我们看他后退的过程当中啊，走路已经发慌了。好，还能打，还不认输。好，但萨利曼打的乘胜追击，连续的补刀。现在卢蒙亚乔塞亚在萨利曼的面前，他就是一个没有移动能力的靶子。哎呦，又一次。我们看对方已经是瘫坐在地上，好，还能起来，哈哈，还挺顽强。好，我们的换架了啊，现在换架了。好，一个换腿，一个跳踢，啊，小头转身啊，嘣，好，距离太近，对，距离过近，对。你看他这时候你再做转身蹬的话，太大的意义。是，直接还是用这个踢扫手。啊，又来一个。哦，我们裁判叫停了比赛。观众朋友们，本场比赛完全都在意料之内。那么恭喜萨利曼啊，这一招碎骨腿法果然是名不虚传。好，再次恭喜萨利曼获得了本场比赛最终的胜利。同时，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